我在修仙世界收到一个快递，里面竟连通着小人国的入口，而里面的村民饿了3年，竟已经开始吃土了。我赶紧把身旁的金乳酥捏碎撒了下去，结果那个吃土的村民惊呆了，他抱起地上的酥松的碎块，咬了一大口，好香也好甜，天上竟然真的掉馅饼了！云清瑶迫不及待，开始抱起地上的粮食飞奔回家，只因家里性格急躁的妹妹正准备为了减轻家里负担上吊自尽。云清瑶回到家，急忙阻止已经在房梁上挂起白绫的妹妹，转头一脸欣喜地看向云清欢。清欢，天上掉粮食了，我们不用被饿死了！云清瑶因为一时心急没控制好力道，导致妹妹云清欢直接跌坐在地上。云清欢将目光看向姐姐手中的粮食，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粮食，竟然真的是粮食！你是从哪儿弄来的？云清瑶一脸神秘地指向门外，妹妹云清欢立即起身跑向外面。等到云清欢看见天上真的下起了粮食雨，立即用力掐了下脸颊，直到感受到真实的疼痛，这才意识到这不是在做梦。云清欢目不转睛地看向天空，竟意外看见一双骨节分明、拥有男性特征的巨大手掌。只见掉下来的珍贵粮食，皆是从他手中揉搓的碎渣形成。云清欢立即张嘴惊呼：“姐姐，你快看，天上有双男人的手，是神仙吗？”云清瑶根本没听清妹妹的话，直接将篮子塞到妹妹怀里。你在说什么？什么手不手的？赶紧去捡粮食，一会儿就被抢没了！云清欢看着上方如此明显的大手出现在眼前，不由抬手指向天空，就在那里，姐姐，你真的看不到吗？云清瑶看着除了白云什么都没有的天空，立即抬手摸了摸妹妹的额头，声音担忧：“妹妹，你是不是饿糊涂了？没事儿，姐姐的粮食也都给你。”说着，云清瑶立即将手中的金乳酥塞进妹妹口中。此时云清欢也顾不上刚刚的疑惑，满眼都是口中的金乳酥，味道又甜又酥，简直美味极了。云清瑶看着妹妹满脸幸福的表情，顿时放下心来，立即冲出大门，开始和村民们一起捡粮食，生怕一时动作慢了，最后追悔莫及。其他村民们原本正埋头吃地上粮食，见状也不再一味的为了填饱肚子，全都纷纷回家拿出米缸，开始将地上的粮食打包回家。毕竟一顿饱和顿顿饱，村民们还是分得很清的。不过还好地上的粮食有很多，暂时还没有发生村民们为了一口吃的争执情况。这时，一群玩闹的小孩们表情新奇地看向天空，怎么天上有一双手在动啊？是啊，好神奇哦！旁边忙不过来的家长立即将自家小孩拉走。胡说八道什么呢？还不赶紧过来帮忙！村民们无人相信孩子的话，认为他们不过是想借机偷懒玩耍的借口。孩子们迫于家长的威严，也都只好闭上了嘴，开始纷纷帮家长们将粮食运送回家。不过片刻，村民们全都在家忙碌着如何储存刚刚捡到的粮食。此时每个人脸上不再是绝望的表情。见状，我紧皱眉头，没想到小小一块的金乳酥，平时就连充饥都算不上的食物，如今竟然能够成为全村人好几天的口粮。纸箱里的村民们拿出只够填饱肚子的粮食，然后将剩下的粮食全都运送到地窖里储存，甚至有些村民将糕点熬成了稀食，只为了能够吃得更久一点。我看见这一幕，心中不由感慨，小人国的村民们竟然生活得这么艰难。我眼神瞥向盘子中剩下4块的金乳酥，突然有些惭愧。平时这些甜食我连看都不看，可现在却是小人们的救命稻草。本想着继续将剩下的金乳酥全部揉捏成小块丢下去，结果看着小人们已经开始起灶烧火，便瞬间放弃了这个想法。毕竟以后来日方长，总有机会投喂小人们，我还是先帮助小人们把生存环境优化一下。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已经多久没下过雨了，地里的庄稼竟然已经变得干枯，本来肥沃的泥土都成了硬巴巴的土地。但我身边目前并没有找到水源，我看了看，还是决定先将系统快递来的纸箱子找个地方安置。此地人来人往，要是被人发现就不好了。我本是穿进一本修仙世界里的恶毒反派，系统说了，只要我成功把主角们虐待到黑化，就可以成功获得巨额奖励回到现实世界。谁料我听到后竟然直接倒在床上，果断放弃任务。只因我从小就是孤儿，每天为了讨生活，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牛晚。对比我的现实生活，这里简直舒服1万倍。我要选择回去，那才是傻子呢。系统见状十分气愤，却又拿我没办法，最后竟然直接快递给我一个小人国，发出最后指令，如果我照顾不好小人国，将会受到系统最严重的惩罚。没办法，我只好点头同意。不过我现在的身份可是玉女宗的宗主，想要养活一个小人国还不在话下。我抱着纸箱走进偌大的宗主卧室，这期间我观察过纸箱里的情况，即便我走在十分颠簸的狮子路，纸箱里的小人们也丝毫察觉不到异常。我放下纸箱后转身离开，按照原身的记忆开始施展法术。没一会儿，我就遇见来到了不远处的青云峰，这里是玉女宗最大的一座山峰，也是原身4个徒弟的栖息之所。没错，这4个徒弟就是系统曾经说要虐待的对象，只要他们能忍受恶毒反派惊人的折磨，往后定会发出巨大的潜力，成为人上人。不过我可没有虐待人的癖好。我朝着青山峰的厨房走去，此时正端着4菜一汤的4徒弟阮清志，一时没注意撞上我，还好我身手敏捷，成功稳住了餐盒，但饭菜的汤汁还是不可避免地染上我的衣襟。阮清志见状，身体颤抖的就要跪下请罪。师父，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求求你不要打我。我看着明明应该阳光明媚的少女，此时正畏畏缩缩地跪下道歉，原因竟然只是弄脏了宗主的衣裳，随即摇了摇头，不由叹了口气，原身还真是造孽啊，连这么可怜的少女都下得去手。我伸手想将她扶起，没事，
以后见到我不用这么害怕。说完，阮清芷的神色更加惶恐，我能明显感觉到我碰到她的一瞬间，阮清芷的身体止不住的颤抖，她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最后我无奈放弃了扶起阮清芷的想法。看来原神的信誉度在4个徒弟面前低得可怜，也不知道原神究竟怎么虐待他们了。我的眼神看向他手里的餐盒，眼底闪过一丝意外。餐盒里的4菜1汤不仅色泽诱人，香气扑鼻，更是完美的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我一脸好奇看向阮清芷询问：这是给谁的餐食？这么丰富？师傅，这是您的餐食，有点简陋，您别嫌弃。闻言我嘴角一抽，这餐食还叫简陋，真是不敢想象原神平时过的都是什么奢靡生活。我干笑了两声，为师不过是逗你玩的。看着阮清芷有些疑惑的眼神，我急忙转移话题。对了，这些食物反正我也吃不了，正好我最近刚养了一些小蜘蛛，你帮我把这2道菜剁碎，喂我新养的宠物吧。我抬手指向餐盘里的鸡肉和糖醋里脊，阮清芷虽然满脸疑惑，但还是按照我的话乖乖照做，生怕我一个心情不好就开始打人。我拿出腰间的一枚玉佩，这是一个有空间异能的法器。空间里面的修仙资源不多，但这都怪系统这个坑货，不仅原神记忆没有完全接收，就连小说里天才地宝的地点都被彻底模糊。目前我只知道一些原神基础的身份信息，其他的一概不知。如果不是每个徒弟性格分明，我可能还会发生认错人这种丢尽颜面的蠢事。但空间法器在修仙世界早已经烂大街，它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怕食物变质，无论什么时候拿出来，食物都是热气腾腾。我挥一挥手，下一秒水缸里的水瞬间消失不见，转头又看见新鲜的蔬菜摆放在一旁，顿时指挥阮清芷顺带着把蔬菜一块切了。毕竟第一次给小人国准备食物，总不好太过寒酸。我手捏着下巴思考，还应该准备点什么呢？我将厨房的所有食材扫视一遍，最后视线锁定在木盆里活蹦乱跳的鱼身上。我眼神一亮，立即打了个响指。对了，小人们饿了这么久，身体的营养一定跟不上了，我再给他们做一条清蒸鱼，补充一下高蛋白。说着，我撸起袖子，兴致冲冲走向灶台，拿起菜刀就要开始杀鱼，却没想到一旁的阮清芷看到后惶恐不已，认为这是我想折磨他们的新招数，立即下跪求饶。师傅，我错了，您饶了我吧！这要是被其他人看到您在杀鱼，我就惨了。见状，我只好放下菜刀，一脸无奈。好，我不煮了还不行吗？你赶紧起来，别动不动就下跪。虽然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不过看在阮清芷这么害怕的情况下，还是不要过多违反原生人设。阮清芷拿起我旁边的菜刀，接替了我原本杀鱼的工作。但阮清芷的神色闪过一丝疑惑，嘴里暗暗嘟囔：师傅这是怎么了？怎么感觉这么反常？难道他已经开始换招式折磨我们了？不行，晚上得赶紧找大师姐商量商量。很快，阮清芷将所有食材都准备完毕，甚至还细心地将食物分装进不同的餐盒里。要不都说女孩子心思细腻，要是我可能根本想不到这一层。我露出满意的微笑，临走前还将厨房里的水果和牛奶一起打包带走。等我回到卧室时，竟然发现小人国的纸箱子竟然大了1倍不止，纸箱下还凭空出现了一张小人国的投喂须知。我抽出纸张查看，只见上面写着小人国已经大旱3年，村民们早已饿得枯瘦如柴，建议宿主首次投喂尽量选择清淡一些的饮食，禁止油腻辛辣。我顿时一拍脑门，我竟然差点忘了这事儿，还好系统提醒我了，看来暂时不能投喂肉类了。我将写着投喂须知的纸张翻过来，背面竟然是整个小人国的地形图，上面还写了升级规则，每投放1000斤粮食即可解锁一个新地图，目前进度1/6。突然，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检测到小人国的升级规则，现已经将宿主房间与小人国紧密连接，无论纸箱扩大多少倍，房间内的空间也会无限变大，直到足以容纳整个小人国。但房间的整体外观与平常无异。闻言，我挑了挑眉，没想到系统还算有点人性，本来我还在苦恼升级之后如何掩人耳目呢，这下彻底解决了。我动作迅速地开始从空间里拿出一只空碗，随后我挥一挥手，瞬间原本的空碗里装满了水。我看着纸箱子里面早已干裂的地面，立即拿出汤匙舀水盛满，开始浇在村民们赖以生存的稻田里，有时还会因为舀得太满将水洒在其他地方。这时村民们正准备挑水浇地，但众人的脸上却都是愁云密布，只因大旱3年后已经有无数村民被饿死，或者为了寻找食物被凶猛的野兽咬死。但尽管如此，村民们还是没有放弃稻田，毕竟这已经是他们唯一的口粮了。云清瑶刚准备拎起水桶开始浇地，但却被一旁的妹妹云清欢抢了过来。姐姐，你从小身子骨弱，还是让我来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孩子，力气大得很。说着，云清欢就从姐姐手里抢过5斤重的水桶，她一脸轻松的样子，仿佛手中一点重量都没有。这时一滴水珠落在云清欢的手背，触感冰冰凉凉的，云清欢脸色瞬间变得欣喜，立即放下水桶，抬头看向云清欢的惊呼声吓得我手中的汤匙一抖，不禁洒出更多的水珠落下。此时村民们纷纷抬头，不由发出惊呼：天哪！你们快看，那是什么？云清瑶也感受到身上掉落的水珠，急忙抬头，结果发现天上下的根本不是雨，而是倾泻而下的瀑布。只见这汹涌的瀑布
竟然十分有规律的浇灌稻田，一点水都没有渗到外面。不过片刻，整整一个村子的稻田，眨眼间就被彻底浇透。看到这一幕，云清欢简直被惊掉了下巴。天哪，这根本不是雨，难道真的有神仙眷顾我们了？此时村民们也全都目瞪口呆，随后众人发出了尖锐的报名声，纷纷虔诚地跪拜仙人。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大家快看，神仙的手拿着巨勺，正在赐予我们珍贵的水源。此话一出，村民们的目光纷纷集中在刚刚出言的温灵溪身上。虽然她只是一个家道中落的千金大小姐，但却学识渊博，所以即便温灵溪是个年纪轻轻的女子，但也备受村民们的敬重。人群中和温灵溪交好的妇女一脸担心：灵溪丫头，你怎么开始说胡话了？天上明明什么都没有啊！温灵溪见村民们无人相信，也不再劝说，因为她知道就算费太多口舌，其他人也只会以为她在胡言乱语。温灵溪默默抬头直视天空，恍惚间甚至能够看见我俊美的面容。我能明显感受到温灵溪炙热的视线，只因她在众多黑黢黢的村民中十分显眼，皮肤白得发光，简直就像刚刚出笼的白面馒头。想到这，我猛拍脑门，这脑子马上就要到吃饭时间了，我还没有和村民们沟通过呢。我察觉到温灵溪能够看见我的真容，那不如直接让温灵溪组织村民们配合起来，这样干活效率还能加快。我低下头和温灵溪对视。你叫什么名字？温灵溪没有想到我会直接和他对话，神情惶恐，立即跪在地上，口中还不忘记回答我刚刚的问题。仙人，我叫温灵溪，你有什么吩咐？孩子们也兴奋起来。妈妈，你快看，天上有个极帅气的小哥哥在说话。众人虽然还是不相信孩子们的话，但架不住孩子们说的信誓旦旦。可等到他们抬头，却什么也没看到。这时我才发现，小人国除了尚未成年的孩童，好像只有温灵溪和云清欢能够看到我的面容。而面对自家孩子的胡言乱语，村民们纷纷认为他们中了邪祟，顿时担忧不已。我见村民们的注意力逐渐跑偏，终于也不再隐藏，缓缓对着温灵溪和云清欢开口：现在只有你们二人能够看见我，现在赶紧通知村民们，把家里米缸与水桶都拿出来，我给你们投喂点蛋白质，补充一下身体。不管村民们信不信，只要我将热气腾腾的食物明晃晃摆在眼前，一切自然不攻而破。温灵溪和云清欢赶紧点头应下，不敢有半分拖延。随后温灵溪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仙人，不知我们应该如何称呼你？随后看着和我现实世界年龄差不多大的二人，便将自己的名字告知给他们。我叫萧京寒，以后也不必叫我仙人。说完，我没看二人是什么反应，一屁股坐在床榻上，仔细研读小人国的须知说明书。没想到养小人居然这么复杂，不过能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还是很有成就感的。随后，我将四徒弟阮清纸剁好的鱼肉碎末拿了出来，坐在一旁观察纸箱子里的小人们。只见温灵溪立即起身大喊：大家赶快回家，把米缸与水桶全都搬到院子里，仙人要赏赐我们食物了。闻言，村民们全都认为温灵溪饿疯了，只有几个清楚温灵溪性子的村民转身回去按照温灵溪所说的准备米缸与水桶，但更多的村民根本不相信，纷纷放下手中的水桶看向自家的稻田。但也有不少村民拉着温灵溪询问：灵溪丫头，你刚刚说的都是真吗？真的有仙人赏赐食物？此时性子急躁的云清欢早已经爆发：问，都说这么多遍了还不信，等别人被仙人赏赐食物，你千万别眼红就行。此话一出，顿时引起一片哗然。大多数村民不服气自己竟会被一个小姑娘指责，但也有许多聪明的村民已经悄咪咪回家，开始寻找米缸与水桶了。只见围观的村民们越来越少，一旁的云清瑶也忍不住开口：温灵溪可是教过我妹妹功课的老师，我相信她的话。再说这又不费什么事，不听的话，你们就等着饿死吧。村民们看向周围零零散散的几人，这才反应过来，说出的话也不再是质疑。青瑶，你说的对，我们还在这争执什么？没看好多人都已经溜走了吗？见状，村民们全都急忙跑回家。仅仅过了3分钟，一大半村民的院子里都摆放了能够装纳食物和水的米缸与水桶。云清瑶也一脸半信半疑地看着天空，她刚刚帮温灵溪说话，也不完全是相信了她的话，只是因为妹妹云清欢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只以为她是饿晕了头。现在想来，可能妹妹和温灵溪看到的是一样的。原本云清瑶想拉着妹妹回家，但云清欢想起我的嘱托，一把甩开姐姐的手。姐姐，我还有仙人交代的任务没完成。云清欢从小就开始习武，身手不凡，她拥有天生神力，一般人根本不是她的对手。而云清瑶见妹妹心意已决，也不再劝阻，先行一步回家。云清欢立即开始挨家挨户的敲门，通知他们仙人准备开始赏赐食物，但却换来的是村民们无情咒骂。只见一个满脸刻薄的女人叉着腰指着云清欢，神情愤怒：云清欢，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想抢我家的粮食，门儿都没有！我们家今天也捡了好多粮食，怎么可能抢你们的？但不管云清欢怎么解释，都不听。终于，暴躁的云清欢在按耐不住脾气，一脚将女人家的大门踹开。云清欢的天生神力也瞬间派上用场，立即震慑住了女人。
但云清欢只是要求女人将家里空闲的水缸搬到院子里。女人见状不敢再做反抗，乖乖按照云清欢的话照做。一切完成后，云清欢转身离开。其他没开门的村民们听见动静，还没等云清欢继续暴力拆解，他们就已经打开自家大门。这时，一个老妇人手拿着木棍冲了过来。畜生，想抢我家粮食，先过我老太太这关！滚！云清欢此时早已习惯，一脸淡定地躲过老妇人的木棍，然后手脚麻利地将老妇人家里的大缸放在院子里，头也不回地离开。云清欢做完这一切，老妇人瞬间懵逼。另一边，温灵溪也谨记我的嘱托，开始挨家挨户的敲门通知。一通折腾下来，几乎全村的人都围在自家院子内，甚至被云清欢制裁的一些村民已经开始一脸幸灾乐祸的期待。一会儿要是仙人没有变出食物，云清欢和温灵溪被众人谴责的场景，我低头看着村民都已经准备就绪，立即拿出勺子舀出一些鱼肉碎末，率先放进云清欢院内的大缸里。云清欢和姐姐立即跪下感谢。随后我又开始挨家挨户分发鱼肉碎末，我的举动让一些本来幸灾乐祸的村民脸色一变，纷纷身体颤抖地跪在地上，生怕自己刚刚的举动冒犯了仙人。小人国的村民们看不见我的脸和身体，他们看见的只有一个50米的巨大勺子在空中挥舞，然后刺下热气腾腾的食物。仙人，真的是仙人！仙人大发慈悲赏赐粮食了，我们有救了！随后此起彼伏地响起仙人万岁的声音。没过一会儿，每家每户的大缸里都盛满了香喷喷的鱼肉碎末。村民看着面前的食物，纷纷忍不住咽口水。其中一个村民一脸虔诚地抬头：仙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用餐？我摆了摆手，大家饿了就吃，不用拘束。温灵溪将我的话传达给了村民。下一秒，村民们就开始了狼吞虎咽进食。见状，我微微皱眉，看向云清欢和温灵溪二人，缓缓开口：云清欢、温灵溪，村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填满肚子了，你们叮嘱下去，让他们慢慢吃就好。以后你们的每顿饭，我都会按时按点的投喂。温灵溪传达完我的话后，村民们全都眼含热泪，纷纷跪拜。感谢仙人，要是没有仙人的恩赐，我们全家就要饿死了。说着，那个村民就要磕头，我赶紧让云清欢阻止村民的举动。这只不过是我力所能及的事而已，不用行如此大礼。话音刚落，温灵溪却一脸倔强：不行，仙人，这怎么行？您可是救我们的救命恩人！我看着温灵溪不容拒绝的神情，只好点头同意了。毕竟村子已经大旱3年，突然有天降食物不求回报的事情，所有人都会觉得惶恐。村民们经过我的叮嘱后，不再狼吞虎咽，全都开始细嚼慢咽品尝食物本身的味道。我能看见每个村民脸上享受的神情。果然，对于村民们来说，能够每餐一顿，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云清瑶推着坐在自制轮椅上的奶奶从房间出来，见状，云清欢立即跑过去，将手中盛好的鱼肉碎末递给奶奶。奶奶，你饿了吧？快吃吧，这里还有很多。奶奶自从瘫痪后就一直待在房间里，对于刚刚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只见她一脸不可置信，端着手中的碗。这是鱼肉。说完，只见奶奶的神情一变，拿起拐杖对着妹妹云清欢就是一棍。这么珍贵的东西，你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偷的？云清欢急忙解释食物是仙人赏赐的，但奶奶听后神色更是愤怒。仙人，这种年头哪儿来的仙人？你还在骗我，撒谎是吧？要是真的有仙人，之前怎么不出现？云清欢闻言赶紧捂住奶奶的嘴，生怕一时激怒了仙人。下一秒，云清欢看向我，一脸歉意：仙人，对不起，我奶奶不是有意的。但云清欢下意识觉得仙人并不会因为这件事怪罪，只因云清欢在我的眼中看见的不是怜悯，而是尊重。果不其然，我摆了摆手，根本不在意。无妨。说完，我给众人的大缸里灌满了清水后就离开了。小人国的村民们也终于吃了有史以来最满足的一餐，填饱肚子的村民们纷纷集中在空地中央，开始商量谁做村中的领头人。因为这些年不少人都被饿死，村中早已群龙无首。此时众人让最有学问又可以看见仙人的温灵溪带领大家，温灵溪却抬手指向台下的云清欢。清欢妹妹也能够看见仙人，我希望她可以和我一起做这个领头人。清欢妹妹的武力高强，有她一起，我们一定能够让咱们村子变得更好。其他村民都没有任何意见，但云清欢却一脸惶恐，支支吾吾的开口：你这么有学问，完全可以独自带领村民。温灵溪拉住云清欢：怎么会呢？如今只有我们2个能够看到仙人的真容，我相信这一切不可能是巧合。温灵溪抬手摸了摸云清欢的脑袋：灵溪姐姐。温灵溪扬起嘴角，接着说道：再说了，你可是村里武力最强的，谁能说你拖后腿？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女孩。云清欢顿时感动得眼含热泪，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她是女孩，而不是脾气暴躁的男人婆了。温灵溪眼神坚定地看着云清欢：以后我负责规划村中事务，你就负责组织村民执行，我们齐心协力，争取将仙人的嘱托完美完成。云清欢用力地点了点头。很快温灵溪就宣布了新的村规，只听见温灵溪掷地有声的声音传遍村民们的耳中。我相信大家也看到刚刚仙人赐下的清水了，以后我们每个人都要每天洗澡，还要将自家的衣服被褥都拿出来洗一遍。有不理解的村民发出疑问：我们不应该先为仙人建一座雕塑吗？为什么要天天洗澡啊？而且水源这么珍贵，这也太浪费了。就是啊。这时云清欢瞬间明白了温灵溪的意思，
反驳这名村民。仙人的雕塑当然要见，只不过你们看看自己身上，已经多少天没洗澡了，浑身都散发着臭味。你们这样，难道不是对仙人的亵渎吗？村民们纷纷看向自己破烂不堪的衣服，全都是一脸惭愧。紧接着，温灵溪宣布了第2条村规：今天仙人挨家挨户的分发食物，实在是太辛苦了。我们应该在这里建造一个能容纳食物的巨大容器，这样仙人赐下食物就更方便了。突然，温灵溪摇了摇头：不对，我们应该再建造一个巨型水缸，毕竟食物需要和水源分开放置，然后再连接一个水管放到稻田上，这样大家就不用再辛苦去河边打水了。说完，温灵溪转头看向云清欢询问：清欢妹妹，我说完了，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云清欢手捏着下巴想了想，瞬间眼睛一亮。之前仙人说他的名字叫做萧金寒，不如以后我们村子就以仙人的命名吧，但要起什么名字好呢？温灵溪也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毕竟他们不知道仙人会眷顾村子到何时，但要是将村子和仙人名字相关联，一定能够博得仙人的欢心。温灵溪立即思索符合仙人身份的名字。清欢妹妹，你这个主意太棒了！既然仙人的名字里带着寒字，又赐下清水就解决了村子里的大旱，那不如就叫寒水村吧。温灵溪提议的名字一致得到了村民们的认可。随后，温灵溪指挥村民们纷纷忙碌起来。我一只手托着下巴，默默地观看小人们刚刚所有的规划。没想到小人们行动这么快，甚至还用我的名字起了新村民。对于小人国新制定的村规，我并没有多加参与，只是一脸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自由发挥。突然，我轻轻向前探去，身影瞬间出现在了小人国上空。无数孩童发出兴奋的声音：仙人哥哥来了！但其他村民抬头看去，还是什么都看不到，不由纷纷感到失落。明明就连还没成年的孩童都能看见仙人，为什么自己却什么都看不到？村民们脸上失落的神情十分明显，只因对于村民们来说，我只是一个看不见、不知道为什么眷顾村子的仙人。这感觉既幸运又忐忑。面对这个情况，我选择直接用行动证明。随即，我吩咐村民们让开一块空地。云清欢闻言即刻疏散村民，不到1分钟，村子中间的一块空地被让了出来。只见下一秒，一个巨大的瓷碗从天而降，瞬间地面出现一个深坑，将瓷碗牢牢禁锢。随后就是一条奶白色的液体流下，将瓷碗装满，空气中还散发着牛奶的醇香。此时，早已被香味勾起馋虫的村民们纷纷上前，其中一个男人甚至因为太过激动，竟然被地面上的石头绊倒，直直栽进牛奶碗，实实在在的泡了个奶浴。村民们看见这一幕，全都吓得不敢说话，只有云清欢跑上前想要去救那名莽撞的男人。可还没等云清欢跑到面前，只见我的2根手指轻轻一捏男人的衣角，就瞬间将他解救出来。这时获救的男人早已吓得浑身发抖，不管自己刚刚才死里逃生，就跪下请罪。仙人，刚刚都是我的错，求求您千万不要生气。其他村民见状也都纷纷跪下恳求，希望仙人不要降罪于他们。不过我却连一句话都没听进去，眼神看向已经变成咖色的牛奶，不由嘴角一抽。这颜色怎么这么像一杯拿铁啊？算了，太脏了，还是再换成新的吧。说着，我直接将装着牛奶的瓷碗拿走，只留下能证明牛奶存在过的深坑。村民们见状，每个人都神色紧张，认为这个行为惹怒了仙人，仙人要收回恩赐，不再眷顾村子。而这件事罪魁祸首的男人更是一脸绝望，仿佛已经想象到被其他村民谴责、无家可归、惨死野外的凄凉场景。小人国内愈演愈烈吵闹的声音瞬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这才意识到刚刚的行为引发了村民的误会，立即解释原因。大家不要慌，我没有离开，只不过这个牛奶已经脏了，没法喝，我再给你们换一碗新的。闻言，温灵溪急忙将我的话传达给村民，顿时激烈的吵闹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村民脸上后怕的神色。村民们不由看向天空，他们没想到仙人的脾气居然这么好，这样他都不生气。村民们感叹：仙人心地善良，您愿意屈尊降临我们这个小村子，已经是我们天大的福分了。牛奶脏了算什么？只要是仙人给的，我都能义不容辞的喝掉。温灵溪的目光看向村民们，大家现在就回家洗澡，不要害怕浪费水，但一定要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让仙人看着舒心。话音刚落，村民们全都不再停留，纷纷回家洗澡。只因刚刚不过是牛奶被脏水玷污，仙人就直接将一整碗全部倒掉，这说明仙人眼中是见不得一点污渍的。突然，一个村民指着温灵溪和云清欢2人惊呼：我知道了，仙人喜爱干净，所以才只有温灵溪和云清欢能看见仙人。此话一出，村民们的视线纷纷看向台上的2人。温灵溪尽管是落魄千金，但无论是模样还是穿着打扮，无一不透露着精致。而云清欢虽然是从小在村子里长大的，却因为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备受疼爱，根本没有一点香艳人的影子。一旁牵着孩子的村民疑惑的挠挠头：不对啊，我家孩子每天都玩得脏兮兮的，为什么也能看见仙人？温灵溪为了解决村民的这个疑问，立即询问众人：你们都有谁能够看见仙人？通通来我这儿登记。说完，不少村民带着自家孩子排队登记。最后，温灵溪低头拿着手里的名单一看，发现除了他和云清欢以外，剩下的只有10岁以下的孩童能够看见仙人。温灵溪想不明白原因，村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这时，云清瑶推着坐着轮椅的奶奶走过来，只见奶奶一脸严肃：之所以这些人能够看到仙人，一定是别有深意的。
10岁以下的孩童心思最是纯洁，而灵氏丫头虽然只是一介女流，但却是咱们村最有文化的。之前被云清欢制裁的村民一脸不服气的指向他。那云清欢呢？他连学堂都没上过，凭什么也能看见仙人？闻言，云清欢刚要对着他发脾气，奶奶却伸手拦住了云清欢，然后一脸骄傲的开口：“那当然是我孙女，不仅从小习武，还拥有天生神力。我敢说，哪怕是咱们村最强壮的男人，都打不过我孙女。你要是不服，可以过来试试。”云清欢一个眼刀甩了过去，那名村民顿时想起云清欢的可怕之处，浑身一颤，再也说不出半句反抗的话。其他村民们听到奶奶的话，也都纷纷点头认可，说的没错，而且他们加起来正好1文1武。虽然整个村子都被2个女流之辈管辖，但却无人发出疑问，毕竟如今已经是大旱的第3年，权势早已形同虚设，只有够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我坐在卧室的椅子上，观察着小人国的一切。虽然不知道这些人能够看到我的机制是什么，可能真是如奶奶说的一样，但这一切原由系统一定能够知道。但我并不在意这些，无论如何，只要不影响我养小人就行。我将重新装满牛奶的瓷碗放回大坑里，村民们也都在温灵犀有条不紊的指挥下，一个个排着队领取。温灵犀抬头虔诚地看向我：“仙人，我们想给你建造一座神像，日日祭拜，你看如何？”我摆了摆手拒绝。温灵犀的神情瞬间变得慌张。仙人要是不喜欢神像，我们还可以在村口立一座无尘碑，刻着仙人名号，每日清扫，永保仙人洁净无染。闻言，我嘴角一抽：“什么鬼？怎么我年纪轻轻就要开始立墓碑了？”紧接着，我脑海就已经出现众人排着队送白花的场景了。我急忙甩了甩头：“不行，想想鸡皮疙瘩都要出来了。”随后，我立即传话给温灵犀：“我不喜欢这些形式。以后这些东西就不用麻烦了。”我留下这些话后就不再关注小人国。温灵犀看见仙人消失，一脸沉思地走在回去的路上。虽然仙人不喜欢这些形式，但我们却不能什么也不做。仙人既然能够眷顾我们村子，想来也不会看到我们一点进步都没有。温灵犀想通这一切后，立即召唤村民们来到空地集合。村民们看着站在中央的温灵犀，一脸欣喜。灵犀丫头，是仙人又有什么指示了吗？温灵犀闻言摇了摇头，仙人并没有过多的要求，只不过我们却不能一直原地不动。我决定在村子里开设一个学堂，无论大人小孩，只要愿意学习的都可以来。此话一出，周围的村民一片哗然，特别是家中孩子尚小的家长。灵犀丫头，你说真的还可以上学吗？温灵犀点了点头。当然，只要我们的村子越来越好，仙人看着也会觉得欣喜。不少觉得这辈子都没什么出息的村民纷纷热泪盈眶。见状，云清欢连忙组织想要报名的村民登记，这其中有几岁的孩童，还有已经成年的中年妇女，甚至就连坐着轮椅的奶奶都报了名。可见这个世界对于读书人的重视。我朝着外面看了看时辰，马上又到了投喂小人国的时间。四徒弟阮清芷已经早早来到厨房，开始准备师傅需要的食物。这时，大师姐夏灵犀走进厨房，她看见师妹阮清芷正在将新鲜的蔬菜剁碎，一脸疑惑：“四师妹，你这是在干什么？居然把菜剁得这么碎，看着就没什么食欲。难不成师傅换口味了？”所有徒弟都知道四师妹阮清芷每天都要专门为师傅制作吃食，虽然繁琐，但这已经是师傅折磨人最轻的一个手段了。阮清芷转头回答大师姐的问题，但切菜的动作却丝毫没停。是这不是给师傅吃的，最近师傅好像是养了一群蜘蛛，这些都是给他们吃的。大师姐夏灵犀瞬间眉头紧皱。蜘蛛？说着，夏灵犀嘴角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师傅还真是有爱心啊，这不会是他研究出来折磨人的新手段吧？闻言，阮清芷摇了摇头，看着不像。好了，不说了，我还有其他菜没切完呢，一会儿师傅来看见又该生气了。说着，阮清芷拿起一旁的绿色的皮蛋开始忙碌。大师姐见状，撸起袖子准备帮忙。四师妹，我来帮你。很快，阮清芷在大师姐的帮助下将所有食材全部备好。下一秒，阮清芷将食材全部倒进大锅里，手上的勺子不停搅动，准备做一锅皮蛋瘦肉粥。大师姐百无聊赖地站在一旁。想不到师傅养的这群蜘蛛竟然还要吃熟食，不过你放了这么多调料下去，确定养宠物能吃这么咸吗？我走到厨房门口，看到夏灵犀的话，顿时懊恼地一拍脑门。哎呀，之前一直忙着投喂小人解决他们的温饱，差点都忘记给他们日常用的调料了。这时，阮清芷清亮的声音传来：“大师姐，你身后有一盘金乳酥，你拿出来放进食盒里吧。上午师傅拿过来的食盒都已经空了，想来是师傅爱吃的。”大师姐夏灵犀瞬间神色一惊，立即上前抓着阮清芷的手关心：“什么？上午师傅来厨房了？四师妹，快给我看看有没有哪里受伤！”夏灵犀赶紧来回检查四师妹的身体，生怕四师妹被师傅欺负了。阮清芷看着大师姐紧张的样子，不由轻笑一声：“好了，大师姐，我真的没事。
不信你看。说着，阮清芷连忙转了一圈展示。大师姐确实没有在四师妹身上看见任何伤口，顿时松了一口气，神色又开始变得疑惑起来。吓死我了，还好你没事。不过最近师父的行为举止确实有点奇怪，他都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发飙打人了。阮清芷挠头思索了一下，好像是哦，不过这难道不是好事吗？这样大师姐就可以潜心修炼了。大师姐拿起旁边的一杯清水，一饮而尽，然后看向一脸懵懂的阮清芷。你不知道，上次我练功的时候，不小心将师父心爱的桃树折断了，他居然都没生气，这一定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说不定师父背后要准备怎么折磨我们呢？闻言，阮清芷顿时连勺子都要拿不住了，脸上又变回了那个唯唯诺诺的样子。那怎么办？师父大人实在太疼了。大师姐立即安慰害怕的四师妹，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不要怕，真有什么事我顶上，我皮糙肉厚，不怕疼。也不知道是他们讲的太投入，还是已经完全陷入了自己预设的情绪里，竟然连我已经进入厨房了都没发觉。我趁着二人还没发现，动作迅速地将四徒弟做好的饭菜一股脑的全部收进空间内。我明显的举动立即吸引了2个徒弟的注意。不过夏灵溪不愧是系统选中的天之骄子，只见他只是眼底闪过一丝惊讶，随后神色就恢复正常，一脸恭敬地向我鞠躬行礼。最近天气寒冷，师父的身体可安好？我挑了挑眉，不由感叹：哎呦，元神这么虐待他们，夏灵溪居然还能昧着良心说出关心的话。果然，你有这份忍耐，干什么都会成功的。我看向一旁小心翼翼的四徒弟，轻叹一口气，这个四徒弟的胆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小，看来是时候来点鼓励教育了。我抬手示意二人起身，随后冲着四徒弟扬起一个完美的微笑。阮清芷，你最近做的不错，正好我还缺点调味料，你一样都帮我装一点。阮清芷看见师傅那副阴森森的假笑，顿时感觉后颈冒出一股凉意，起身时差点没站稳。大师姐见状，急忙抬手扶住阮清芷的胳膊，随后冲着四师妹点了点头。阮清芷察觉到大师姐的鼓励后，心里也没有那么害怕了。阮清芷走到装着调料的货架旁，开始一个个将它们分装开来。此时我就在身后注视着四徒弟的动作。胆小的阮清芷感受着身后炙热的目光，更是压力倍增。等到她将所有调料都装完放进食盒时，身上早已被冷汗浸湿。我看见阮清芷这么辛苦的干活，当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奖励。我拿出一个空间戒指扔给阮清芷，说完，我带着准备好的食盒离开。只剩下2个徒弟面面相觑，一头雾水。我坐在纸箱旁，一脸兴致勃勃地观察着小人们的生活。只见村民们的神色不再是愁云惨淡，而是全部换上了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每家每户生机勃勃，妇人们围在小河边洗衣服，青壮年的男人们都在农田里辛勤地劳作着，甚至一处狭小的院落里，还能听见孩子们整齐的读书声。这再也不是我之前看到一副毫无生气的村庄，如今每个人的脸上都透着对未来生活的期待。这里面有些疗伤丹药，你服下不出几天，你身上的伤就能好了。这几天你也不用再给我送饭了，好好在屋里养伤吧。阮清芷接过空间戒指查看，居然真的是疗伤丹药，甚至还是品阶最高的。阮清芷满脸不可置信：师傅，这是给我的。我点了点头，眼神却看向灶台已经快要熬好的皮蛋瘦肉粥。此时阮清芷也不顾内心的震惊，十分有眼力见的将锅里的粥装好递给我。这期间我也没有闲着，挥一挥手，瞬间将角落里的大米和面粉收进空间内。毕竟如今给小人国的食物目前都是熟食，要是哪天我有重要的事情没有及时投喂，有了这些大米和白面，小人们也不至于饿肚子。我看外面即将落山的太阳，缓缓开口：晚饭时间要到了。这时，一个小孩子看见我的脸出现在上空，一脸兴奋的蹦蹦跳跳。仙人哥哥又出现了！此话一出，寒水村的全体村民全都整整齐齐来到了中央的空地上。下一秒，村民们纷纷虔诚跪拜，然后整齐的声音传来：请仙人赐下食物。我看着村民如此卑微的请求，心里很不是滋味，立即抬手示意村民们起身。大家不用这样，我也不喜欢被人一直跪拜。寒水村能听见我声音的孩子们第一时间站了起来，传达我的话。仙人哥哥不喜欢咱们跪拜，大家快起来吧！村民们不敢懈怠仙人的话，纷纷起身。只有温灵溪一脸愧疚，认为自己办砸了事。我察觉到温灵溪明显低落的情绪，并没有直接安慰。村子里的学堂是你提议重建的吗？温灵溪没有料到我会直接和他对话，神色愣了一下，随即急忙点头。我向温灵溪投去认可的目光。你做得不错，这对以后村子的未来很有帮助。通知下去，马上就要开饭了。闻言，温灵溪原本失落的神情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被人认可的狂喜。然后立即和云清欢一起组着村民们开始排队。云清欢也并没有因为温灵溪获得我的夸奖嫉妒他，反而一心扑在管理村民的纪律上。不到片刻，寒水村的村民们都已经各自拿着小碗，准备排队领饭了。我看着这个场面，不由感觉有些滑稽。这些村民仿佛像现实世界里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一样，
而我就是为他们打饭的老师。片刻后，从空间里拿出4徒弟准备好的皮蛋瘦肉粥，直接放置在寒水村的空地上。这碗皮蛋瘦肉粥中的大米，本是玉女宗为了强身健体的鲜米，就连修仙界的人吃了都有明显的效果。要是寒水村的村民们吃了这些鲜米，相信身体绝对能够强壮好几倍。这时，村民们闻着瓷碗里散发的香味，不由惊呼：“那是粥吗？为什么起来这么香啊？”“是啊，而且那碗粥里头的每一粒米，简直比我的手掌都要大。”村民们全都迫不及待地排队，恨不得下一秒就将美食吞进腹中。村民们在云清欢的组织下，很快每个人的碗里都盛满了粥。村民们的脸上都充盈着激动的神情，但却无人在狼吞虎咽，只因村民们脑海里都谨记着仙人的告诫。但村民们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自己越吃越饿，就连没成年的孩子们都一连气吃了2碗饭。云清欢本身因为从小习武，饭量就与常人不同，但如今竟然都已经吃了4碗饭了，居然还没有感觉吃饱，身体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沉重。周围村民此起彼伏的声音也不断响起，但无不在说身体上的变化。云清欢眼看马上就要见底的皮蛋瘦肉粥，抬起头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询问：“仙人还有吗？”我笑了笑点头：“大家放心吃，我这里有的是，管你们吃饱。”云清欢立即一脸欢喜地向村民传达我的话。仙人说让大家放心吃，不够还有。说完，不少村民都过来讨要下一碗。一顿饱餐过后，所有村民都大着肚子倒在地上，动弹不得。这时，我将已经空了的瓷碗收回，又放了一些餐后小水果过去。这里是些饭后小水果，大家可以先行领回去，等到饿了之后再吃即可。要不然放置在外面落灰就没法吃了。村民们双眼一亮，水果这2词对于他们来说早已经久远，没想到如今不仅能够吃饱饭，竟然还可以吃到这么新鲜的水果。此时村民们也顾不上撑得走不动道的身体，艰难地从地上起身，开心心地领着水果回家。夜幕将至，村民们纷纷熄灯睡觉。云清欢奶奶坐在大院内，对着孙子孙女2人语重心长地说道：“清欢，你能看到仙人是你的荣幸，可千万不要因为众人的追捧走上歪路啊！”云清欢一把握住了奶奶的手，神色认真地保证：“放心吧，奶奶，我不会的。我如今的职责就是保护好咱们的村子。”说着，云清欢感觉身体有一股莫名的力量涌上来，仿佛双手有着使不完的力气。云清欢立即起身，拿起一旁的木剑，打了好几套剑法，这才感觉体内的能量被发泄了出去。但随之而来的是肚子传来咕噜声。云清欢拿出仙人赐的水果，一个一个吞进腹中。与此同时，正在家里规划寒水村规章制度的温灵溪突然感觉浑身燥热，她的脸色也变得通红。此时的温灵溪再也顾不上千金大小姐的矜持，瞬间冲出房门，顺着村子跑了10几圈才停止。晶莹剔透的汗珠从温灵溪的脸上流下，却完全不见狼狈，反而越能衬托她的美丽。温灵溪将体内的燥热全部通过运动挥发出去，身体早已汗臭不已。温灵溪开始烧水洗澡，一番折腾下来，天色已经渐渐亮起。温灵溪不由一脸沉思地看向天空，我的身体究竟怎么回事？怎么体力突然变得这么强悍？这时温灵溪想起晚上仙人恩赐的皮蛋瘦肉粥，顿时眼前一亮。我知道了，明明之前吃了牛奶都没有异常，那一定是这碗粥里的大米蕴含着强身健体的能量。说完，温灵溪的肚子也感觉到了饥饿，转身拿出之前捡到的金乳酥填饱肚子。我观察到温灵溪和云清欢2人的异常后，一脸了然。果然，仙米的威力还是这么强悍。看来这个决定是对的，村民们的身体变得强壮，也可以给村子带来一些安全保障。我看向卧室外面同样漆黑的天色，打了个哈欠，终于不再关注小人们，开始上床睡觉。但我不知道的是，这一夜，无数村民们在熟睡的梦境中被饥饿感叫醒。获得了仙人食物的村民们纷纷半夜起身做饭，曾经饭都吃不起的村庄，竟然在黑夜中升起炊烟袅袅。有些舍不得浪费粮食的村民们，只能以水充饥。等到夜色散去，我准时起床投喂小人们，竟意外发现村民们已经早早集合在一起，甚至还在空地中摆满了桌椅板凳。我能明显的看到其中几个村民神情焦躁，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这感觉好像回到了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我不禁抬头看了看时辰，我也没起晚啊，怎么感觉他们又像是饿了好几天的样子？难不成这都是因为昨晚那碗鲜米？说完，我赶紧拿出空间内早已准备好的食物，大手一挥，全部放置在寒水村的空地中央。毕竟早上还是不宜吃的太过油腻，按照系统给的投喂须知，准备了小米粥、奶香馒头和下饭神器的辣白菜。村民们见状，期待着的眼神瞬间一亮，纷纷拿起碗筷，有条不紊地排着队，每个人脸上都透露着对食物的渴望。下一秒，3个装满食物的瓷碗被一扫而空，甚至碗底都看不见一点残羹碎渣，简直干净的可以反光。我看着全部被撑得倒在地上的村民们，不由失笑。看来昨晚的鲜米威力不小，小人们都饿坏了。看来下次应该多准备些这食物给他们。我伸出手，一言不发地将空瓷碗拿走，心里想着小人们中午的菜系，但没想到我的举动竟然引来了小人们的恐慌。只见其中一个村民一脸期待地看着温灵溪：“灵溪丫头，
今天仙人有什么指示？温灵犀闻言摇了摇头，今天仙人什么都没说。村民们的脸上原本幸福的神情，一瞬间变了脸色。什么？难道是仙人嫌弃我们吃的太多，生气了？其他村民们纷纷低头看着已经隆起的肚子。我今天确实感觉比往常能吃，仙人不会不眷顾我们村子了吧？早知道就少吃点了。村民们的声音此起彼伏的响起，全都在懊悔自己吃的太多，惹得仙人不高兴了。就在场面逐渐失控时，云清欢的天生神力竟然直接拍碎一块大石头。安静！云清欢的这一骇人的举动，不得不说非常有效果。所有村民见状全都不再说话，目光们纷纷聚焦在台上的云清欢身上。温灵犀此时缓缓开口：大家先不要慌。首先，仙人并没有发怒的象征，我们不要过度揣摩。其次，仙人能够及时将空碗收走，说明仙人一直在注视我们。说着，温灵犀还一脸虔诚的抬头看向天空，他眼神坚定的接着说：我们不能一直仰仗着仙人的恩赐，我们也应该过属于自己的生活。昨天仙人已赐下水源，那我们就应该辛勤劳作，不让仙人失望。此话一出，村民们恍然大悟。对呀，我们究竟在失落什么？仙人都已经屈尊眷顾我们村子了，难不成还想和仙人畅聊不成？其他村民纷纷点头。就是，我觉得仙人已经非常善良了。之前我去大户人家做工，赚的银子不多不说，有时说错一句话，就连小命都不保。温灵犀看见村民们脸上的恐慌已消失，趁着没人注意，悄悄松了一口气。其实温灵犀心里也没底，仙人是否生气他也不知道，但想起脑海中仙人气质温和的样子，想来并不会因为这点小事生气。就在温灵犀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空中传来我清冷的声音，更是让温灵犀将心放在了肚子里。你们之前的胃早已脆弱不堪，今天早上先吃点清淡的，等到中午定会比这好10倍不止。温灵犀将我的话传达后，周围引起一片哗然，村民们全都是一脸狂喜的表情，纷纷情不自禁的双膝跪地。我这次看着却没有再组织村民们的举动，只因我知道他们都是真心的感谢，但却暂时无法回报什么，最后只能选择这种方式。好了，你们的感谢我都收到了，中午准时到这里集合即可。很快村民们纷纷散去，但这一上午所有村民们都没有闲着，全都在温灵犀和云清欢2人的指挥下忙碌了起来。云清欢选了几个年轻力壮的青年和木匠，先将之前规划好的能够装纳食物的巨大供气和水缸打造起来。我们要自行清理，总不能一直给仙人增加负担。温灵犀带着剩余的村民们在稻田里辛勤的劳作，尽管村民们早已在太阳的照射下大汗淋漓，但却无人发出怨言。村民们看着不再枯燥干涩的稻田，脸上的喜悦简直无以言比。时间转瞬即逝，很快午饭的时间就要到了，村民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连忙跑到寒水村空地集合。我看着仿佛嗷嗷待哺的村民们，也不过多废话，大手一挥，直接将准备的食物投放下去。但今天的菜系却和早上的清汤寡水完全不同，这是我特意为村民们准备的3菜1汤，分别是红烧肉、清蒸鱼、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紫菜蛋花汤。下一秒，独属于荤菜的香气传遍这个村子，村民们眼神直勾勾盯着空地中央的食物，口水直流。只见村民们一脸不可置信，这居然是红烧肉！说着，那名村民不禁热泪盈眶。没想到有生之年竟然还能吃到肉！仙人万岁！我将祖祖辈辈信奉仙人，日日祭拜。不怪这村民情绪如此激动，只因村子大旱3年，村民们就连温饱都成问题，原本养的家禽早已变卖，换成干涩无味的粮食。这几年刚刚出生的孩子，甚至连一点油腥味都没尝过。可本以为会被饿死的村民们，全部看着眼前永远无法触及的食物时，能够克制激动的情绪已是极限。我看向村民们强忍下欲望的模样，心里不由感叹，果然天灾害人啊！明明这些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道寻常的午餐，但在这群小人面前却是梦寐以求的食物。面对这些食物，村民们甚至不敢上前，害怕眼前的一切都是梦境。等到睁开眼睛，又回到了吃土充饥的生活。见状，我赶紧吩咐温灵犀和云清欢2人将食物分发下去。此时，温灵犀和云清欢2人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不到5分钟，每个村民手中都有了3菜1汤。村民们将红烧肉送进口中的那一刻，眼泪夺眶而出。好吃，太好吃了！这辈子能吃到如此美食，就算死也值了。其他村民们也都同样如此，但这次村民们不再像往常一样疯狂进食，而全都开始细嚼慢咽，细细品味，仿佛将食物含在口中不愿咽下。我本来还在纸箱旁观察着小人们，突然一阵激烈的敲门声响起，我只好将食物的空碗收起，害怕村民们像上次一样胡思乱想，立即传话给温灵犀和云清欢2人。我一会儿还有事，先行一步，你们慢慢吃。
说完，我起身开门，没想到门外的竟然是大徒弟夏灵溪。只见他手拿一根带刺的藤条，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表情一脸严肃。我看见夏灵溪这副模样，顿时吓了一大跳，急忙要将夏灵溪扶起来。夏灵溪，你要干什么？动不动跪下干什么？还不快起来！可夏灵溪却无动于衷，继续跪在地上，随后将手中带刺的藤条送得更紧，脸上也仿佛下定什么决心一般。师傅，求你抽我吧！闻言，我嘴角一抽，这是什么鬼？怎么动不动就抽人？不会又是原神的骚操作吧？想到这，我也不再强求夏灵溪起身，免得人设崩得太过，然后耐着心询问：无缘无故，我为什么要抽你？给我一个理由，要不然你就一直跪在这儿吧。跪在地上的夏灵溪一脸懵逼，小心翼翼试探性的开口：不是师父说的，每个月我们要想获得修炼的淬体丹，就拿着带刺的藤条经受鞭打之刑，否则就要将我们赶出玉女宗吗？我低头看着容貌艳丽的夏灵溪，眼底闪过一丝怜惜。这元神还真是个畜生，这么娇滴滴的女孩，他居然都下得去手了。仅仅为了满足他那点变态的爱好，元神的这4个徒弟在他手里，可真是遭罪啊！我终于知道了夏灵溪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还一脸愤恨地拿着带刺的藤条。不过我可不是元神，没有这么爱打人的变态爱好。立即从空间拿出4颗淬体丹扔给夏灵溪。这是4颗淬体丹，你拿回去给他们1人1个，以后我会准时发放给你，不用再带着藤条跪在我的房门了。夏灵溪看向手中的淬体丹，愣了好一会儿，眼里的震惊逐渐被疑惑取代，但他并没有过多询问，生怕师傅改变主意将丹药收回，立即跪地磕头：谢谢师傅恩赐。说完，逃也似的离开，仿佛我是吃人的怪物一样。见状，我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看来想改变元才在徒弟身上留下的恶毒印象，任重而道远啊。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此时的寒水村早已不是曾经穷困潦倒，每个脸上都心生绝望的样子了。经过温灵溪和云清欢的一步步指挥下，装纳食物的巨大容器和水缸早已建好，甚至会在清洗过后盖上一层防尘布，以免落灰。温灵溪曾经提议的学堂也成功扩建，学生也越来越壮大，无论是小孩还是老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全都纷纷搬着小板凳来到学堂听温灵溪讲课，孜孜不倦的读书声传遍整个寒水村。我也每天定点投喂小人们，我能明显看见曾经瘦成皮包骨的村民们，身体逐渐变得越加充盈，聊天的内容也不再是如何活下去，而是一脸期待的讨论今天会吃什么。如今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随着孩子们在村子里嬉戏打闹，欢笑声传遍整个村庄，不时还会有家长担忧的提醒：慢点跑，注意安全。只见那名孩子冲着家长做鬼脸，一副调皮的模样。才不要！去晚了，我该见不到仙人哥哥了。说完，瞬间跑得无影无踪。温灵溪在我又一次投喂成功后叫住了我：仙人，留步！我们有些东西要给你。下一秒，温灵溪挥了挥手，村民们扛着一袋袋大米出来，那是他们秋收后的第一批稻米。我数了数，整整又10大袋。我一脸不解，这是什么意思啊？温灵溪首先从我鞠了一躬后，缓缓开口：仙人，这是我们今年收获的第一批粮食，但如果没有您赐下珍贵的水源，我们早就饿死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希望仙人能够收下。此刻，所有村民脸上的感谢都是十分真挚的，其中不掺加一丝假意。村民们一双双诚恳的眼神看向我，我不由心里一阵触动。原来帮助别人是这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我不忍拒绝村民们的好意，却只取走了一袋大米作为纪念。你们的心意我收到了，只不过剩下的这些你们留下吧，这样我会更加高兴。温灵溪将我的话传达下去，虽然我并没有全部收下这些大米，但村民们却没有丝毫失落，反而都一脸激动，只因我对于他们本就是遥不可及的存在，能够互相有一些交互就已经值得歌颂。甚至村民们为了庆祝这个日子，准备在晚上举行篝火仪式。这时，大徒弟又一次在我房前敲门，但这次还没等他开口，便十分痛快地将淬体丹给他。这一个月里，我从未打骂过4个徒弟，也不曾刻意刁难。可能是夏灵溪察觉到了我的改变，这次并没有像逼瘟神一样躲着我，反而临走时露出一抹微笑。谢谢师父的丹药。近日天气寒冷，师父虽贵为宗主，也要注意好身体。说完，夏灵溪转身离开。我看着大徒弟离去的背影，虽然夏灵溪这次的话和上次差不多，但我却知道这次他的话是真心的。我的眼睛看向远处逐渐变暗的天色，耳朵听着身后小人国准备篝火仪式的忙碌声，不由翘起嘴角。我知道这才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不再是忙碌了一天却空无一人的出租房，而是留在这个有牵挂、有温暖的世界，守护着小人国的一切。这时，消失已久的系统突然出现。恭喜宿主成功投喂1000斤的粮食，现已解锁石头村地图，望宿主继续努力，
救助更多小人们摆脱困境。我看向指向中另一个破败不堪的村庄，我忽然会心一笑，眼底重新燃起坚定的光。看来这趟旅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啊！居然这么快又来活了。石头村，等着吧，你们的救世主来了。